大家都知道，随着里根号航母被派往中东协助美军执行撤军任务之后，美军在西太平洋已经没有了航母优势，形成了航母真空期。很多人都觉得，美国对我国实行军事围堵之际，美军出现航母真空期对我国来说是一件好事儿。真的如此吗？据环球时报报道，目前美军只有一艘美国号两栖攻击舰在亚太区域，在西太平洋，美军常年保持的航母编队目前数量为0。在环球网的军事专家看来，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危险的征兆，中国要保持警惕。美军拥有着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光是现役的超级航母就高达11艘之多，再加上各式的战舰、潜艇组成的航母打击群，其战斗力可想而知。目前因为各种原因，在西太地区虽然没有常驻航母，但是我们不能因此掉以轻心，将来更加困难的局面会等着我们。据悉，美军卡尔文森号航母和亚布拉罕林肯号航母目前正在南加州海域进行活动，未来很可能会被部署到亚太。之前就有过传闻说卡尔文森号会来到我国南海海域。其次，美军其他几艘航母正陆陆续续在接受维护和升级，未来将会搭载 F-35C 进行作战。这些经过升级搭载5代机的航母战斗力会获得巨大提升。最后，美军最新型的福特级首舰福特号近期接受了美军的海上冲击实验，很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形成战斗力。中国还将面临美军最先进航母所带来的威胁。虽然美军目前在亚太处于航母真空期，但是美军在周边海域的挑衅还是没有停止的，围堵遏制我国的目标也未曾改变。美、澳、日等国的联合军事演习在澳大利亚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也在中东地区和美军航母进行联合作战演练。仔细想想，这些都是我国即将面临的威胁。等美军缓过这段时间，未来中国在亚太地区很可能会面对3到4艘航母的威胁，这并不是危言耸听。随着美军把战略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之后，未来美军部署2到3个航母战斗群将成为常态。再加上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以及日本等国的准航母，中国面临的航母数量是只多不少。所以说，虽然美国在亚太出现了航母真空期，对我国其实并不是一件好事儿。美军已经意识到，中国已经不是之前的中国了，再用之前的战术应对中国已经不行了。美军召回大部分航母进行升级维护，下决心撤军阿富汗，都是为了将来在亚太地区专心对付中国。中国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努力发展自身，为即将到来的挑战做好充分准备。我相信中国人民最终会战胜一切邪恶势力的。美国从阿富汗抽身离开，准备在第一岛链附近搞事情。美军把重心转移到中国周边，美国在中国周边咄咄逼人，仿佛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中国将如何应对美国带来的冲击？据美媒报道，美国计划派遣25架 F-22隐身战斗机到西太平洋基地，参加太平洋钢铁2021军演，扬言在与中国的冲突中要踹开中国国门，明晃晃地把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但面对中国的歼20， F-22还是显得底气不足。前几天美媒高度评价歼20，面对中国，美国忽然有一些不自信了，派出了 F-22是想来恐吓中国的，但中国早已准备拉弓射鹰。F-22的超音速巡航、机动性、隐身技术、超视距攻击被视为划时代的机型。F-22主要是用来执行对空突袭任务，美国妄想用它踹开中国国门，低估了中国的空防能力。这款战斗机被美国宣传的神乎其神，但真如美国吹嘘的那样吗？对比一下中国的歼20，会发现它早已过时。对比美国的 F-22，中国的歼20可谓后起之秀，大有长江后浪推前浪之势。F-22虽然迎头雷达反射面积为小，但其上下和侧后隐身性能较差，隐身性能并没有吹嘘的那么强。歼20的雷达对空中的探测距离可达到300公里，而 F-22不到300公里，这就意味着歼20能比 F-22更早的发现目标，将其击落。歼20的光电分布式孔径系统能为飞机驾驶员提供360度球形全景视野，配备的光电跟踪瞄准系统能够在火控雷达不开机的情况下，在100公里外锁定目标，而这些 F-22都没有，美军只能指望6代机了。中国的米波雷达和超视距雷达可更早地发现美军隐身战斗机，即使美军使用 F-22低空贴地飞行，也无法逃脱我军雷达的针对性搜索。中国的陆基防空系统可对美军导弹、隐身战机和无人机进行有效拦截。中国的大门岂是美国能随便打开的？美军的关岛和提尼安岛基地应该会紧张。如果原先没有这么多隐身战机，他们是相对安全的。
美军增加了战斗机的数量，反而让他们的风险增大。中国空军曾经发布过轰6K 模拟攻击关岛视频，中国的饱和攻击不是美军基地能够承受的，意味着我军早已准备拉弓射鹰。美军应该清醒一些，而不是鲁莽行事。中国已不是10年前的样子，否则要栽大跟头。美国的 F-22在中国面前的优势已经丧失，中国对其有完备的应对措施。美军现在是疾病缠身，应冷静对待自己的债主。如果欠债的人还这么嚣张，谁还会借钱给他呢？中国对美国的克制是建立在美国曾经帮助中国的基础上。如果美国一再挑拨中国人的敏感神经，那么中国也会像美国一样挥起拳头进行反击。随着中国海军实力的日益增长，美国第一次感觉到可能在西太平洋会失去可靠的制海权。面对中国海军下饺子般的造舰速度，美国只能是望洋兴叹。虽然美国海军制定了多个扩军方案，但是这些方案实施起来都存在困难。时至今日，美国海军仍在苦恼自己的舰队数量。所谓的355艘军舰这个目标到底要不要实现，要不要维持？老式舰艇是否要淘汰？舰队规模是否要缩编？值此关键时刻，共和党参议员汤姆·科顿就表示，他担心以目前美国海军的真实实力，可能已经不是中国海军的对手。科顿在接受福克斯新闻的记者采访时，提出了他对美国海军实力的怀疑。他表示，目前美国海军的舰队规模正在下降，而中国海军的舰队规模依然在增长中。更令人担心的是，美国海军官兵的素质与面对挑战的心态也不如以往，而中国正在凭借人口优势和教育，在兵员素质上迎头赶上。这2点落后于中国。科顿表示，我认为美国海军包括驱逐舰和其他水面舰艇的指挥官需要端正自己的态度。30多年前，苏联解体使得美国海军失去了传统意义上的竞争对手，我们的舰队指挥官的心态也失去了面临开战时的决断力。这不是我的主观看法，也不是其他同党国会议员的看法，而是基层水手官兵们的看法。科顿表示，美国海军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没有做好与中国海军作战的准备。几十年来，美军所面对的战争基本都是一边倒的以强欺弱，士兵们已经忘记了他们的目标是强者。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造舰工作，显然为了跟上中国的脚步，美国也必须如此。美军需要建造更多的军舰，才能拥有更强大的海军。中国拥有3大舰队，而这3大舰队都在中国自己的海岸线附近，可以形成合力。而美国的舰队四散分布在世界各大海域，以前这是为了保护美国在世界各地的利益，而如今这已经成为美国海军最大的命门。中国海军可以在美国的支援力量到达之前击败美军在西太平洋的作战力量，这就是中国所谓的局部军事优势。而同样重要的是，科顿还指出，美军现在缺乏足够的高素质官兵。根据一份报告显示，很多时候舰队军官的教育只是每个人发了23张 DVD， 还标注了请在空闲时间阅读，这实在太草率了。试想一下，如果对海军飞行员这么做，如果对核潜艇操作员这么做，会造成什么样的严重后果？近年来，美国海军发生了多起撞船事故，还因为火灾烧掉了一艘2栖攻击舰，在全球海军界几乎都成了一个笑话。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士兵缺乏有效的管理和训练，加上军官的不负责导致的。当然，肯定有人反对参议员们的质疑，比如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就不认同这种观点。奥斯汀狂妄地表示，他不会因为俄罗斯或中国的海军力量而失眠1分钟。他认为，如今的美国海军仍是举世无匹的。而他这种外行人的自信也遭到了多位军界高层的批评。最近，台海局势急剧升温。据环球日报15号报道，美军一架 C-146运输机将于当日降落在台北松山机场，并停留了10多分钟之后离去。消息一公布，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台湾属于中国的领土，美军此次未经中国允许，军机降落台北的行为属于无视中国主权、擅闯中国领空的挑衅行为。美军此举无疑是在行动上给岛内顽固分子撑腰，为中国国家统一制造障碍。针对美军的挑衅行为，中国国防部发出严重警告，任何外军飞机擅闯我国领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有军事专家表示，任何入侵我国领土的外国飞机，根据其危害程度，我军可以对其采取驱离、火力警告，甚至是击落等措施。以目前美军在亚太部署的军力，并不足以支撑其介入台海。美军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美军未来的重点将会聚焦到亚太地区，着力进行对中国的遏制行动。这从近期拉拢多国举行各种军事演习就能看出来，对于中国，美军非常忌惮。据环球时报15号报道，美军正从本土调派大批战机增援亚太，这其中就包括了25架第5代隐形战机，多架 F-2被从夏威夷的军事基地调往亚太。据悉，这些战机将参加美军太平洋钢铁2021军事演习。
美媒宣称，在未来可能存在的中美冲突中，这些隐身战机，特别是 F-22，将会成为踹开中国大门的主力。美军机入台，增援大量王牌战机前往亚太。美军的这些行为都是在给本已紧张的台海局势再度升温。不断触碰中国的红线的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将由美军承担。美国著名专家贝克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美军与台交流密切，中国很可能在美台军事合作初期进行统一行动，并表示解放军很可能会进行闪电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行抢滩登陆，控制台海局势，在美军及其盟友反应过来之前完成行动。贝克利也直言，他认为最后取得胜利的一定是中国，不是因为美军不如解放军，而是中国比美军更加重视台湾的重要性。美国没有决心与中国在台问题上决一死战，而中国却有，这是双方最大的不同。确实，两岸是一家人，祖国统一是每个中国人民的期盼。中国人民不会让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分裂祖国，任何挑战中国国家统一与主权的敌对分子都会受到中国人民坚定的反击。奉劝美国能够深刻认识到这一点，中国的底线以后不要再碰，14亿人民的怒火可不是美国能够轻易承受的。据环球网15号报道称，从日本美军冲绳基地起飞，在未经我国允许的情况下，擅自闯入我国领空，并降落在我国台湾省台北市的松山机场。这是今年以来美军飞机第2次降落在我国台湾省，并且美军近期还将多架王牌战机 F-2部署到亚太地区。据美媒透露，美军希望在冲突时刻用 F-2来踹开中国大门。一直以来，美军都对我国台海地区极度关注，妄图通过插手台海问题来给我国制造绊子，从而达到遏制我国崛起的目的。他们声称，中国的快速崛起已经严重威胁到了美国的霸权主义。由于中美联合公报的约束，美军必须承认一个中国原则，所以他们只能在背地里与岛内顽固分子勾结在一起，共同谋取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蛇鼠一窝、不断挑衅中国底线的行为，中国当然不会坐视不理。解放军16号宣布在台海附近进行军事演习，时间将持续到21号。罕见的是，此次海事局将此次的演习声明为实际武器训练，与之前的通告有很大的区别。据专业人士分析，此次解放军的演习与美军机突降台湾有关，是对美国以及岛内顽固分子的一种警告。毕竟，国防部发言人在15号对美军以及岛内顽固分子发出警告。美军无视中国主权、非法降落台北的行为将导致严重后果，并再次声明，解放军将全军警戒，时刻准备粉碎一切针对我国的阴谋诡计。就在台海局势异常紧张的时刻，俄罗斯在关键时刻站了出来。作为中国的好伙伴，俄罗斯表示将与中国共同应对美军的印太战略。据新华社16号报道称，中俄外长于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进行了会面，双方强调了中俄间的友好关系，声明将坚定不移地深化两国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务实合作，进一步提升两国合作关系水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还对美国的印太战略发表了看法，他认为印太战略实际上是伪多边主义，是打着规则的名义破坏世界秩序。他认为中俄双方要在印太地区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俄两国要共同提高美军充满冷战思维的印太战略。近年来，美国在欧洲地区也是疯狂围堵俄罗斯。作为友好睦邻，中俄两国是时候走到一起对抗霸权。放眼世界，也就中俄两国能与美国扳手腕了。中俄人民也早就认清了美国的邪恶本质，共同对抗美国是非常有必要的。不过，我们也不能完全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面对美国的越线挑衅，面对祖国的统一大业，强大自身才是硬道理。随着我们自身的不断强大，祖国统一的日子也在离我们越来越近。